我现在在国权路下了10号线，现在我去转乘18号线。从3号口出来这边是杨树浦路、江浦路，我们看看要怎么走这里还特地种了很多的郁金香种得非常漂亮。其实这边离对面的陆家嘴的高楼也近在咫尺并不很远。看这个边上就是黄浦江水它其实是江边特地建出了这么一条步道。嗨，大家好。现在呢，我站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和高铁站之间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前往高铁站的车流。刚刚我就是搭乘着滴滴来到这里，但今天并非我要出发，而是送家人在这边搭高铁。所以呢，刚刚我就是把我的家人送到前面的高铁站，但是发现我要回去搭地铁，居然就必须要进到高铁站里面但我又没有买票，所以呢，我只能在这边溜达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进到这个机场里面，然后呢，从下面去搭乘地铁。今天上海应该是一个多云到晴天，气温在10到19度之间下午应该会暖和一些。现在我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准备在上海再小住几天，正好趁着一个人到处走走，也给大家随拍一下。原来这个市域线机场联络线在这里。从这边应该可以直接搭乘2个机场的联络线，但我还是要搭乘地铁才行看看这里面能不能进到下面去。我眼前的就是虹桥2号航站楼，这边有个指示牌就是上海的轨道系统。现在我们是在这里。我身后的是高铁站现在我的右侧刚刚我进来的地方是2个机场之间的联络线，也叫市域线。那现在呢，我是向机场方向行走，那边是2号航站楼闲着也是闲着，趁着早上来送家人，那我也准备利用一段地铁去上海的黄浦江边上游览一番。因为我听说杨浦滨江好像是今天在那边开放，应该也是经过好多年的建设。那上海黄浦江全国乃至世界有名大家都会在江岸看到美丽的江景和越来越多的现代的高楼。但其实最美的就是江岸的步行街道这些步行步道、清水的平台，相信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那以前大家只知道外滩，就是黄浦滨江这一段，但现在有了北外滩，也有闵行，也有徐汇滨江。那最近又延伸到了黄浦滨江，以后应该还会延伸到闵行、奉贤等等就整个的几十公里的黄浦江将来应该是上海最美的江岸。好，现在我已经在第2航站楼的下面这边要去搭乘地铁。刚刚查了一下，从这边到杨浦滨江要
转成2趟的地铁，10号线到国权路，再转成18号线，看了一下距离还是非常长的，横跨整个上海。上海的虹桥是一个枢纽吧，不但有空港，也有地铁、高铁这边四通八达。这地方还大一不小心我走反了，我要去坐的10号线在前面，这边就是地铁10号线了。我现在在国权路下了10号线，现在我去转乘18号线。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上海的地铁从无到有，到了现在有800来公里的长度我觉得还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好，我们现在等待上车。上了一趟车，10号转18号，现在来到丹阳路，大概从虹桥枢纽到这边花了1个来小时。这边刚出站就看到杨浦滨江的一些宣传，从杨浦发电厂到颐和纱厂、杨树浦水厂，还有上海机器造纸局。从3号口出来这边是杨树浦路、江浦路，我们看看要怎么走杨浦区本来就来的比较少现在我在杨树浦路、江浦路口我们来看看，这边保留的老建筑已经不太多了，取而代之的全部都是那种新的建筑物。刚刚我就是从这个3号出口出来的，现在我们走过马路杨浦区应该是上海最可以用脱胎换骨来形容的一个老区。以前呢，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上海的北大荒。这是位于上海老城区的东北部虽然靠近黄浦江，有非常好的资源，但是呢，这个地方真的一直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因为以前呢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业区所以这边有很多外来的人口，当然我指的是当年的外来人口那这边经过了几十年的沉寂，随着上海市中心开发完成以后，慢慢也轮到了杨浦区了。杨浦区这边呢，确实也是非常有潜力因为它就在江边。以前这边的黄浦江边上都是码头，我所知道的像以前的一些老码头承载着当年运输重大的这些工业产品的运输任务。身边的这些建筑物这个区域应该被称之为渔人码头，确实写着东方渔人码头，看来没有走错路从这边呢很快就可以去到江边了。我们今天就在杨浦滨江这边走一走，开启我们今天的上海浦江沿岸漫步。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杨浦滨江，我们来看看这边江岸完全被打开了。以前这边呢有很多的老的建筑物都是工厂，更多的可能是仓库码头。那现在呢打开以后真的非常漂亮你看江的对岸已经是高楼林立了，所以这边真的完全不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杨浦区的模样了。好，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开始，然后一路往
难走啊。修班的哦，这里还特地种了很多的郁金香啊，种得非常漂亮。郁金香都已经开花了啊，这边也是。你看啊，这个路面原本是有那种码头的轨道，应该是小火车运货的这种小火车，这些轨道还被保留着。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黄浦江，你看啊，正好有一艘轮渡缓缓而来，前面应该有一个轮渡码头吧。今天黄浦江还是比较平静的感觉啊。看啊，这里原本应该是码头，这个拴缆绳的东西还保留着。以前我在广州啊，总觉得广州才是百花齐放的城市，但其实这次到上海呢，虽然是早春了，其实各种各样的花卉也是开的满城都是。你看啊，像这种漂亮的郁金香，还有很多其他的花卉啊，颜色非常的鲜艳。其实这边离对面的陆家嘴的高楼啊，也近在咫尺啊，并不很远。我们来看看啊，对面是三件套，有东方明珠，都是陆家嘴的高楼了。这个河里还是有一些扁扁的运这种建筑材料的东西的船呢。我不知道这边一路走下去是不是跟虹口滨江北外滩那边啊都连上了。这里还留有一些以前的这种设施。今天虽然礼拜六啊，可能我来的比较早，现在我看8点45分，或者呢，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已经开放了，所以游客并不很多，正好可以在这边缓缓的散散步啊。你看，这里真的还是大手笔啊，种了很多的郁金香，你看看，到处都是。那个应该是杨浦大桥吧？
应该是我生活那座大桥是不是杨浦大桥？我只能说，我觉得应该是的啊。但是这个地方我自己也不是经常来啊，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你看啊，这边还是很多人利用这种江岸的步道在跑步。这条步道啊，建得不错了。今天我在黄浦江岸的漫步，相信会比较长。那我打算呢，根据不同的路段呢，截成几次来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就起个总的题目，就叫上海浦江滨江游吧。这个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围墙，特地做成这样的吗？做像跟城墙似的。虽然杨浦滨江啊这一段建得比较晚啊，但是我想的也正因为后建的，所以会放入更多的时尚元素，同时又保留当年的一些风貌啊。这条木栈道啊，一直通向很远，很多人在这上面跑步啊。这个后面的这些建筑物，我个人觉得都已经是做了一些翻新，但是保持着修旧如旧的面貌。这里看到有非常粗大的管道，不知道这是排污管还是什么管道啊？你看这个管道非常之粗。这条步道上还非常贴心的做了一些长椅，还有可以遮阳的顶棚。其实我觉得杨浦滨江应该还可以继续向北，向着乌松口延伸。相信以后应该会把整个江岸连成一片啊。想起2年以前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闲逛的时候啊，就感觉伦敦也是从老的城区，沿着泰晤士河呢，慢慢向格林威治那个方向啊，进行江岸的改造，保留了很多的古迹，但是呢，也建了很多新的商业的区域或者休闲的场所。可惜那天时间有限啊，只是逛了一段而已。那我觉得上海黄浦江绝对可以媲美伦敦泰晤士河畔。这边有一个介绍啊，原来这边呢是杨树浦水厂，现在变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是1880年由英国商人在伦敦注册的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1883年，差不多150年以前啊，就上海的开埠乃至租界，其实这段历史呢是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些是上海乃至于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基础。如果没有当年这些租界啊，或者没有这些当年的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对于当年中国来讲，还是一些民生方面的，比方说发电厂、自来水厂、电报啊，
当然也建了很多马路等等，还有很多现代商业的元素。没有这些引进呢，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上海啊。但是在当年上海一个不毛之地啊，我相信200-300年以前，这边就是一些滩涂，真的是不毛之地。现在经过了，也就是不到200年的建设吧，变成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并且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张名片。其实这个里面真的有很多值得思考和回味的地方。我发现这条栈道它实际上是建在水里的。你看啊，这个边上就是黄浦江水，它其实是江边特地建出了这么一条路道。刚刚我身后的应该就是杨浦大桥。我还记得我骑车在对面啊，从陆家嘴那边骑到杨浦大桥，然后它有个轮渡，结果呢就是从那边把单车从轮渡上面渡到这里。可是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杨浦滨江还没有搞好，所以没有欣赏到这一段。今天是我第一次到这边来漫步，欣赏新的黄浦滨江的风景。看这些码头上的这种绑缆绳的东西那些铁家伙都还留着。也许以前这个就是码头吧。对面写的是什么？杨树浦驿站、水厂栈桥站，这是让大家散步的人、跑步的人可以到这边来休息一下。难得来一次，我们也在这边稍稍的坐一坐，观观景。一个城市的发展肯定是先有这些高楼大厦，是要呈现更多的文化软实力。那具体的表现呢，我觉得就是让老百姓可以有江岸散步、跑步的这种空间。当然也有很多的休闲的设施让大家能够放松心情，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里也是一个咖啡吧，也算是一个酒吧吧。你看，放了很多的酒瓶在这边。这边也有很多可以在有顶棚的地方随意的坐坐。再来这边坐坐我看到很多人在江岸跑步看这些人的姿态呢，应该大部分都是素人，也就是说非专业的运动员。那现在随着这些生活的改善，大家对于身体健康是越来越重视。除了身体健康，大家还更希望自己有一更健美的身形。所以呢，大家通过这种跑步来让自己的这种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同时呢也更加的健美
那我觉得这是一种时尚的趋势，是值得赞赏的。但是最好呢，也是要量力而行啊，不可以一蹴而就。这种跑步也好啊，包括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骑行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长期需要坚持，但是每天呢又不要过量了，以这样的这种方式呢，才可以达到健身健美的目的。那最忌怕就是超越自己的能力，或者无视自己的健康上面的某种隐患啊，在这边强求，就希望尽快的能够让自己达成目标。我觉得这个不可取啊，而且也有很多惨痛的例子。像最近中国的一位草根大网红张雪峰，41岁的年纪，就是因为跑步之后啊，结果发生了心脏猝死，所以最近网上也有很多人表达悼念之意啊，确实很可惜，才41岁啊，而且他是一位为了草根老百姓啊，提供很多进学咨询的人。虽然他的观点我并不完全认同，但是毕竟来讲啊，就底下的草根的老百姓，大家在面对这种阶层固化，自己又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超越自我，超越这个走到社会的前面去啊，也非常希望有一些引路人，即便这些咨询要花钱，或者说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够符合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况，但毕竟来讲呢，还是给老百姓能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吧，或者让老百姓觉得说有人在指一条路。所以这也是网上一片惋惜声，因为这种网红好不容易能够出一个，真的很不容易。那以后有没有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我看真的不好说啊，或者说要很久以后才会有另一个张雪峰。现在我的右侧这边呢，都是一些老的厂房、仓库之类的。你看啊，这个右侧这个叫麻仓库，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建筑物。总之也会尽可能的保留。那么这些老的建筑物呢，通过一些重新的功能规划啊，也会让它发挥它的作用，但是我看还没有完工，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修复、梳理吧。到了这边呢，就明显的感觉啊，离陆家嘴的这些楼房就更近了，而且我都已经看到这个北外滩的白玉兰广场了，所以我相信这边呢，应该已经跟北外滩这边的滨江连成一片了吧。那我已经走了半个来小时了，我觉得就在前面呢，我们结束在杨浦滨江的漫步，但是我会继续往前走，走过北外滩，走过虹口滨江啊，这下一段应该是虹口滨江。话音未落呢，已经连续拍摄了29分钟，那么已经半个来小时了，刚好我们就在这边结束我们在杨浦滨江的漫步。我们等一会儿虹口滨江见吧，我们下一段再见。谢谢大家跟随，谢谢大家的观赏，拜拜。